今年呢，有1179万大学生毕业，涌入了就业市场。从22年的1076万，23年的1158万，每年都在节节攀升。那么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我们来看一下，出生人口大致就能估算出来，22岁一般是大学生毕业的这样一个年纪。那么24年，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一般来说02年出生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其实本质上来说，我们从02年一直到17年，将近有15年的时间，中国的出生人口一直维持在1600万左右，直到18年的1523万，算是人口逐渐开始回落。也就是说，我们至少还有15年的就业高峰期，越往后就业只会越来越难。历史上有哪个国家有过相似的经历呢？就是日本。日本那一代的大学生呢，其实被称之为被牺牲的一代。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回顾一下日本学历贬值的历史，也是日本历史上的超就业冰河时期。1985年，美国收割日本，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升值经济开始逐渐走向崩溃那么到了90年初，日本经济出现了大规模的倒退，此后呢，进入了大萧条的时期。92年是1970年，22年前出生的人刚刚满22岁，刚刚大学毕业，进入了职场。而这个时候呢，日本是全行业企业的利润开始下跌，跌了20%。仅仅2年之后呢，全社会的岗位减少数量呢，减少了60%。这个时候呢，日本人连续出的政策是彻底放弃了整个这个年代出生的人群。第一个策略呢，就是保老人、弃新人。因为日本呢，奉行的是一个终身雇佣制就是没有人愿意离职，企业呢也没有办法随便的开人。有一定工作年龄的人呢，那个时候车贷、房贷各种贷都压在身上，都知道外面的世界的天都已经塌了，谁会离职而且这个终身雇佣制一听就是一个铁饭碗。这个呢是1928年松下公司提出的。松下幸之助提出松下员工在达到预定的退休年龄之前是不用担心失业的。那么企业呢也绝对不会解雇任何一个人。